Hello，大家好，我是盖文。今天的教学要来教大家怎么样在不用绿幕、不用 CG 的状况下，用简单的 Roto 来做出怪物与他们的产地这个系列电影里面出现过好几次邓布利多的手套。这一次的素材我是用比较简单、用定镜的方式来拍摄，那这样大家也会比较容易了解 Roto 要怎么样在后期上面做这些应用哈。那首先我先来讲一下制作流程。那在制作上面，因为我要去保留这一个手套，所以这一个手套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先用 Roto 来把这个手套整个取出来。那取出来之后，我们要再用一个干净的背景去把这一个人，就是操作手套的这个人去除掉。那这样我们才可以让这个手套是完美的漂浮在这一个画面里面。好，那接着按赞、订阅、分享和买课程，你就可以一起踏上这个特效的不归路哦。那我们就到 A 里面开始来制作咯。那么 Roto 我会用一个 Mocha 这个外挂来做处理哦，因为这个外挂算是在 Roto 里面是比较容易的。好，那么先从 Boris FX 里面去找到 Mocha Pro， 然后点开它就可以启动了。好，那我们进到 Mocha 里面，我们先用这个 Exploit Tool， 先左键把它点下去之后就启动，你会看到你的滑鼠变成一个十字形的这个指标。那我们按 Z 就可以拖动它去把画面拉近，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工具来画出我们想要 Roto 的范围。那这个 Roto 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这个手套跟手之间的这个间隙哈，那这边算是稍微要做的比较精准的范围哈。首先把它用节点这样一个一个，就像我们在 AI Illustrator 里面画节点一样，把它画出来。那只有这个地方需要做的比较详细啊，因为这个我们必须要把它跟这个肤色的地方切开，切的比较清楚一点。那接着这个手套的部分，我按 Z 把它拉远。手套的部分这边我们就不需要一根一根手指头把它 Roto 出来了，因为我其实只要旁边的这个范围就好，不需要做的那么的精准哦。因为我们重点是下面这个跟手接触的这个地方。那我们按 Command A 去全选这个节点，如果你是 Windows 的朋友，你就是 Ctrl 加 A， 然后全选这个节点之后，你会发现它这个节点都变红色了，那这样代表选起来。然后我们按住这一个手臂哦，你看这个一点拉出来的这个手臂，点下去把它往内挤压，它这个节点的这个路径通通就会被平滑化了。好，那我们再拉近，注意一下，确定这边都有涵盖到我想要把它分出来的这个范围。那这个就是我等一下 Roto 的这个区域。那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里面这边的设定。那因为我们这个 Roto 这个范围出来，它其实是要去做这个动态上面的追踪哈。那它在这个 Track 底下，这边这个 Mini Percent， 然后 Pixel Use 代表就是说它现在这个范围里面，我要追踪，我要用多少趴数符合这个比例的色块去做追踪。那这样意思当然就是说，这个数字越高的话，代表它会比对的越精准。可是这并没有一定的好或坏哦，因为如果说你今天晃动的这个画面晃得太模糊，就是动作太快、太大、太模糊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比例调得太高，反而会导致电脑追踪不到，因为它并没有一个干净的 pixel 可以让它去做比对。那因为这个动态算是还好，没有到很复杂，所以我想说这个就留着这个原始的设定50%就好。那接下来 Motion 这边的设定就是代表我们要追踪这个物体的哪一些动态参数。那 Translation 是指这个物体的移动，那 Scale 是它的放大跟缩小， Rotation 是旋转， Shear 指的是这个表面上面的扭曲，像是肌肉的一些扭动。好，那因为我们的这一个素材就这些东西都有，所以我们就都把它保留预设值。因为这个动态算是蛮简单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这边就直接去做 tracking。哦，这边有一个箭头，你点这一个下去的话，这边有一个三角形有一只。哦，那这个代表它是往下去追踪一个 frame， 就是一格。啊，你当然也可以这样一格一格去确认啊，就是到底追得精不精准。可是其实我们是可以直接点这个 track forward 去把它往下做追踪。好，那追到这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边边它已经有一点脱离了，就是它没有追得这么精准，那代表这边开始我们就必须要去修正这个 keyframe。
那我们先看这边，这边第一个 frame 就是我刚才 set key 的地方，你会看到有 set key，它这边就会出现一个绿色的三角形，好，那代表它软体有在这个节点上面，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去做记录。那接下来我要在哪边做修正呢？我先去看一下从哪边开始漂移了。好，那我们大概看到这个地方开始在漂移了，所以我差不多从这边还没有任何问题的地方，我就先做一点点微调。好，那像我刚才说了，其实我们上面这个地方还好，没有非常重要。我们主要要注意的是下面的这个部分。那我再往下面去看一下，好，它从这边到这边，其实它就已经有整个位移飘上来了。哦，那我要在这个地方再去做一点调整。好，然后再往上看一下，确定这个红色就是我们刚才画的这个区域啊，它这个 shape 没有切到我们的手指，然后再来回的去拖动，确定一下没问题，我们往下走。哦，这边飘起来飘比较大，哦，那我想要就在这个地方直接去把这整块拉下来。这边有一些没有吻合的地方，就稍微去做微调。哦，来回确定一下，这边好像也有一点飘掉，对不对？整个把它往上拖。好，那接下来往下，这地方就整个突然一个 frame 就跳起来了。那这边就算是要比较注意的地方，可能就需要逐格一个 frame 一个 frame 去做修正。那 roto 就是会比较需要大家专注力啊，那因为它算是比较稍微比较无趣一点吧，因为它就是一个一个修，那有时候你可能会修一整天，不一定，可能好几个小时就坐在那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选一个比较轻松的音乐，就把它放下去，然后你就开始去做你的 roto。大部分的人是不喜欢 roto 啦，可是 roto 偏偏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颗镜头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roto 几乎都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逐个去做修正。那大家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一个 roto 的技巧在哪里的话，那也许这地方你就可以用快转的方式去 skip 掉。好，我们直接就到后面的地方去看后面的步骤。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偏移，就去做调整。那这边已经在这个手的这个范围之外，就不用到太精细哦，因为那个最后我们也是用干净的背景把它取代掉。那这边因为它已经有切到黑色皮的部分，那我就必须要把它拉出来一点。这地方也是哦。看起来可以，我们就继续往下去做追踪。好，这边就比较大的偏移了，从这边就开始做修正。我们从一个还没有它的形变，整个 shape 的形状还没有改变太多的地方开始做修正。然后这样中间它这个动态上就算是可以 follow，比较不会差太远。哦，不然有时候如果一个地方这个 key frame 哦，你的这个节点下错的话，你后面可能就逐格都需要做很大幅度的修正，就会比较浪费时间。那像这边就没办法，它的因为整个动态，因为手它整个翻动的关系，所以这个软体是比较没有办法做这么精准的追踪。那这个就一定要靠我们自己手动去调整。
再往下追。OK， 这边有点问题。这边随时都要注意一下，就是上面的这个 shape 不要切到我们的手指，因为你切到手指这个字后，你的手指就会不见了，它就等于这整个遮罩就把它切掉了。这边就是花一点时间去做修正。当然建议各位就是，如果你们在做 roll 头的工作的时候，建议你们用手绘板不然有时候这个手如果用滑鼠一直点半天，其实手指会蛮不舒服的。那这边有一点切到了，那我就要在这个 keyframe 上面去把它拉出去，让它不要被切到。往前检查一下，好，这边都没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后面去做了。OK， 再继续往下去做追踪 ，track forward。这边都一点点，那没关系，我就让它追完，因为它不像刚刚前面整个这个 shape 这个形状，这个路径都往上偏移，现在这边都只是一点点的这个细修，那就可以直接把整个素材追完。那我们就来细修它。就一点点重叠到的，就把它拉出来就好了。通常这种在做 roll 头的时候，这种比较不规则的形状是比较花大家的时间因为像手啊、手套啊、衣服啊这种都属于比较不规则的东西，因为毕竟它不是属于硬体，像3C 这种3C 产品这种样子那如果今天你是要 roll 头一个3C 产品，或是路边的一个广告看板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如果说像这种比较软体的东西，身体啊，刚才讲的这种地方，那就会比较需要一些经验去判断，避免就是多做太多 keyframe。因为你想，如果说今天它大概是一个5秒的画面，大概150格，那你如果说可以少做个20-30格的话，是不是可能就可以省掉你也许半小时的时间，是有可能的所以不需要的 keyframe 就是尽量不要去做到。好了，这边已经末段就是这边已经没有什么动态了，就把它这边稍微调整好，应该到结尾就差不多了。尾巴这边有一点漂移，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 keyframe。我这边动一下，它这边就会多了一个 keyframe。那我要到它尾巴的地方，因为它这边有整个往旁边 slide 掉了，我要这个地方尾巴这边我再做一个 keyframe。它自己会去把这个 A 点到 B 点之间自己去做动态，把它补起来，它就有符合了。好，那我们再把它拉远，确定一下，先播放看看这个，看看这个 shape 有没有不小心切到我们的手指。好，那看起来都没有，那我这边先命名一下，这边我就把它命名成 glove。然后我这边可以去启动这一个 mat，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它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当然这也是我们自己可以预先去看一下，就是你 roll 头下来到底有没有 roll 头的对。那这就是我们现在 roll 头 roll 下来之后我要的范围。
那这没有问题，我先把这个切回来，然后按储存，这边这一个就是存档。好，那当然你也可以用 Command S 啊，或是 Ctrl 加 S， 存完之后我按叉叉就回到 A1。以防万一到 A1 的时候，你也先 Command S 或 Ctrl S 先存那个档。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到这一个 Plugin 上面去做操作。我们把这个 Mat 点开，这 Mat 点开之后，这边有一个叫做 View Mat， 你把它打勾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在你做的这个遮罩长什么样子，大概自己 check 知道一下而已。那我把它勾掉，我现在要按 Apply Mat。Apply Mat 按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整个刚才 Roto 的范围就被切掉，被取出来了。那这就是我们 Roto 出来的范围。好，那接下来我现在要把我刚才讲的背景，干净的背景把它补上去。那我先把 Glove 的这一个图层先按 Command D， 先复制一层，然后我把它命名成 Clean Play。那我命名成 Clean Play 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素材我在拍摄的时候，其实我尾段是有保留干净的背景的。那我先左键点2下，让大家看一下什么样干净的背景。好，这是我现在 Clean Play 的这一段，就是我们刚才追踪，其实同一个素材，我只是把它复制一层，然后我要在这一层去做调整。那我在这个素材的背后，其实我人就走出这个画面了。那其实走出画面的话，这一段就是干净的背景，是可以直接使用的。那如果大家在拍摄需要拍干净的背景的时候，就记得，如果你是一个定镜的话，你就千万不要去动到你的摄影机。那你就可以直接拍摄之后，后期你就可以直接用。那如果你是有动到摄影机的话，那你后期就可能还需要再另外做追踪，这部分就会多一道功夫哦。那我现在就直接把我这一段的这个时间点直接往后拉。那这样子的话，我把它按叉叉，这样子的话，这一段就是干净的地方。那接下来这个，刚才我现在已经把整个时间点往后拉了，那我不需要这一个 Mocha Pro 的这一个 plugin， 我就把它删掉。那你就会看到它现在是一个干净的背景。那这个干净的背景，我就直接把它拉到这个 Glove 底下，就是我们刚去背完的这个素材底下。那你就会发现它这个整个其实就已经合得很刚好了。手套就已经完美的出现在我们的场景里面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需要调整的，我先把这个 Clean Play 关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边缘就是这个手套的这个边缘，你会发现它非常锐利，因为它其实就很像我们钢笔，它是一个很锐利的边缘。那这个锐利的边缘，其实我们在这个 plugin 里面也可以去做调整。这边有一个叫 Feather， 那它其实就是羽化。那你去拉动它的时候，去调整它的参数，你会发现这个边缘都已经有做羽化了。我其实不需要这么模糊啦，我边缘其实只要一点点，大概给它2个 pixel， 2个像素其实差不多，或是差不多 1.5。就是我们边缘让它就有一点点虚虚的，看起来就比较自然。然后把这个底下打开，按一下播放，那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也不太需要做什么合成。那我们这一次就是简单的用这个 Roto 就来重现这一颗的制作。如果你对于这一次的教学有任何的问题，也都欢迎你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们讨论。我是盖文，我们下次见。